说真的，做这些 GH7的内容，我们只需要回答一句话的问题就行了，就是在2024年，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台 M43传感器的相机，对吧？说白了，大多数人想买它，纠结的点也就是这个传感器了，因为别的都很好。你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是10年前手机的传感器的大小，这个是10年前松下 GH4 相机传感器的大小，这个是今天很多手机的传感器的大小，而这个是今天 GH7 传感器的大小。而边上这个是行业主流这么久以来都是这个大小的全画幅传感器。那你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不管你是否看得上手机，但是移动影像就是在一刀一刀的切掉传统相机的优势。那松下 GH 这个系列就会特别容易受到这个影响，因为系列的定位它传感器不能变得更大，所以它又要对手机做出差异化，又要对全画幅相机也得做差异，这样消费者才会买单。所以你就会看到 GH7 有了 ProRes RAW 视频的内容，有了更好的防抖，有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超级音频的配件，甚至这个阿莱色彩，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联动。那还有这个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个相位对焦。GH 系列过去最让人恼火的一点就是你拍 Vlog， 它屏幕上显示对上，你回家一看，所有焦点都不在。所以2017年那个周期，我的视频都不在焦上，都是败于 GH 系列所赐。但是 GH7，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说，它现在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刀锐奶化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品一品，在2024年这一款旗舰的 M43 巨单到底好不好？ Follow the seasons, the pathways that lead us where we belong. Search for a memory, like heaven is sending us along.自动对焦是我们这次首先必须要讲的。GH7是目前松下第4台搭载了相位对焦的相机，那之前都是反差对焦。那简单来说就是反差是通过相机检测图像的对比度来进行对焦，所以当你画面里面一旦没有对比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对应的问题。而相位对焦是通过检测图像的相差来进行对焦的。那理论上来说，只要算法老哥能力够强，加班够多，那它的对焦准确度和速度在今天确实会比使用反差对焦来得更快，还有更准一些。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了相位的 GH7，目前无论是拍摄人物还是物体上面，成功率都有了史诗级的提升。那尤其是这个后跟还有侧跟人物的主体，效果也都好了很多。那这个自拍，我觉得也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以前松下 GH 系列都是有那个偷感很重的对焦问题，就是它明明对上了，它相机总是不自信，会鬼鬼祟祟抽一下，看它自己有没有对上。那现在 GH7也没有这个问题了。唯一你会看到对焦缺陷的地方是 GH7在跟踪物体的时候，第一是识别有点难，第二是这个对焦有时候也会跑一下，这你需要注意。就是现在自动对焦模式 GH7，它支持了你通过这个半按快门来转动对焦环，然后再来进行手动对焦，来改变这个关注的主体，这个我觉得挺好的。那智能 AI 识别它现在也都有，就是人物、动物、汽车、赛车、火车还有飞机，它都能认。但是这个识别吧，我觉得有一点，我不知道是问题还是慢，就是你看到东西的时候，它会像拜登这样会愣一下，然后才会认出来是它，然后再把焦对过去，感觉它不是对焦系统的问题，而是识别上会慢一点。所以总的来说，目前 GH7的自动对焦我不会用完全可靠来形容它，但是相比过去的 GH 系列是天与地的区别。那你要说个对照的话，我觉得和尼康的 Z63 能够打得有来有回，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OK， 讲完了对焦，我们现在立刻就来讲一讲这次这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个非常离谱的功能。松下相机有了阿莱公司的色彩 Log C3。如果说你没有听说过阿莱这家公司，那简单来讲，这家德国公司可以说是电影行业的终极领头人。你看到的大部分奥斯卡获奖电影都是由这家公司的电影机所来拍摄的。超高的动态范围、绝美的色彩科学，还有超级高昂的售价，是他们这家公司的设备最大的特点。那一整套几十万、上百万，这也很正常，我们公司也买不起，所以都是租。但是这一次 GH7 这台1万多的相机，你会发现，你可以买了相机以后，再花$200来买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你载入相机里面以后，你会发现松下相机里面出现了阿莱这个字样，有它的色彩还有 log 曲线。
那这就很有意思了，对吧？它是真的只是拿来做了一个噱头，还是真的做了优化？这是我很好奇的一点。那至少目前我调研问了很多的人，可以了解到的是，这个 Log C3 还真的不是一个噱头，是松下官方找阿莱授权给他的。而且它不只是给了一个所谓的 log 曲线，而是真正的把阿莱公司的整一个色彩管线给搬到了 GH7 上面。这个真的是太阳不知道从哪里升起来了。而且松下也同样允许 GH6 用户也能付费解锁这个新功能，所以你怎么看？你会愿意花$200买这个东西吗？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买一台 GH7，你在这台相机上面能够看到3个公司的名字，照片模式里面有徕卡色彩，视频模式里面有阿莱色彩，再调一下还有松下原生的色彩，真的很怪。那你要说这个阿莱色彩到底好在哪儿，对吧？那行业里面说的最多的就是它的绿色还有肤色都非常漂亮，比别的相机都要好。但是颜色这个玩意儿我一直觉得很主观，就空口无凭。我觉得我们先用 GH7 的松下原生色彩还有阿莱色彩来比一比，你觉得哪一个更好一点？好，公布答案。这个 A 是 GH7 的阿莱色彩模式所拍摄的 ，B 是 GH7 的 Vlog 所拍摄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对。那我们再来点更加硬核的。现在这个是 GH7 的阿莱色彩模式和真的阿莱摄影机比下画质。我想看看你能不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官方阿莱和这个付费小阿莱差异是怎么样的。这个对比我觉得其实还挺明显的，对吧？毕竟传感器大小都不一样。第二组的 A 是阿莱迷你所拍摄的 ，B 是 GH7 的阿莱色彩所拍摄的。你有没有猜对？我觉得你要看差异最明显的一点，反而不是色彩，而是动态范围。比如这个场景，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阿莱迷你的高光能够留存更多一点的细节，但是 GH7 就会要弱一些。那事实上，这个阿莱色彩其实并不会提升 GH7 的宽容度，它和原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13档左右。但是的确，人物的肤色会比原生的要更加自然一点，这是我们的综合的一点体感，有点主观。所以理论上这个功能，我觉得最有用的场景很有可能就是作为阿莱的副机位，比如车拍或者头戴。这个阿莱太大了，但是 GH7 就方便多了。要是真的不小心有这种名场面，导演也不至于这么心疼，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外观上 GH7 和6说真的乍一看只是变了一个数字，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别，所以你依然用着和 GH6 一样的电池，一样的接口，一样深厚挺好用的握把，一样的散热系统，一样的 CFB 和 SD 卡槽，还有一个这个一样的翻转加上翻折屏的设计，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用，非常喜欢，能够适应各种拍摄环境。那续航方面，我觉得 GH7 它不强，也许是因为散热风扇，它一块电池大概能够拍摄1小时20分钟左右的 4K 60帧的视频，所以一天拍摄大概需要4到5块的电池才会比较安心一点。那防抖方面倒是一直是 GH 系列的强项，我以前选它的核心原因就是防抖，尤其是配合镜头的光学防抖，很多时候你真的可以不用稳定器，一直走着拍。我以前给 Kai 拍视频的时候都是这样来拍的。那这一点在 GH7 上面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用这个增强图像防抖，你能够轻松的手持来获得这种固定的镜头。如果要走动的话，你现在有2档的电子防抖可以进行调整。那虽然会裁切一些画面，但是过去那种垃圾现象也被大幅度的优化了。你走着拍，结合这个自动对焦就会非常舒服。那还有一个非常差异化的新功能，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就各家都有这种配件，但是 GH7 是新增了第一个这个 XLR2 的音频连接器。乍一看没什么特别的，你不需要接线就能通过这个热血口连接，但是它能够内录32比特浮点的音频。这个我觉得我想强调一下，就是别的相机基本上都是24比特，所以声音一大就会过爆炸掉，这个声音听起来很难听。但是32比特你会非常难把声音给录爆掉，你后期一拉就会发现细节都能够回来，有点像是相机行业拍 RAW 的感觉。所以这个功能对于很多拍采访的人来说，有和没有真的就是有命还是没命。
GH7的传感器其实不是新的，和之前发布的 G92是同款，2500万像素的 DGO 双增益 HDR 传感器，拍摄规格非常的多，然后和 G92也几乎一模一样。那因为太多了，我给你列一下，你看着就会有点头皮发麻。那总的来说，目前它能拍摄最高的规格是 MOV 之下的 OpenGate 5.8K 30帧的视频，也就是片门全开的模式。这个模式本质上是可以帮助你运用到整一块传感器的面积，拍摄出像这样的4:3画幅的画面。那这个画幅对于画面的质感影响特别大。那因为这个比例和一些 IMAX 的片源也会接近一些，所以对于 iPad 这种屏幕来说，也是一个很爽的体验。那我们就在这个16:9的视频里面放一个4:3，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画面的质感。那另外你也可以选择使用一些像这种叫做变形宽银幕的镜头，对吧？这种镜头可以借助整个画幅的比例，把一个扭曲的画面给这样记录下来。那虽然这个扭曲的画面乍一看是不正常的，但是当你后期把它拉伸、重新压扁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松下系列相机所拥有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我觉得这方面 GH7 差异化还是挺明显的，对吧？它升格也是一样，它有着这个传感器之内没有裁切的 4K 120帧，但是和刚才讲的 5.8K OpenGate 格式一样，都只有10比特420的这个采样规格，没有422，所以后期调色会稍微少一些空间，有一点点咯噔。但是 4K 120画质本身我觉得非常能打。那除此之外，你仍然拥有全套的 ProRes H.265 或者 H.264编码的记录能力，并且现在新一代 GH7 还有了内录 ProRes RAW 视频的能力，有这个功能我觉得是挺好的，也很厉害。但是客观来说 ProRes RAW 无论是文件体积、画面质量还是后期流程都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个人目前还是推荐你录 H.265 或者这个尼康死活不愿意给的这个 ProRes 422，这个松下有的编码。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点是，之前在 GH6 上面这个动态范围增强模式，它以前就是有的，但是需要你手动去开它。那现在 GH7 是默认开启的状态，并且在 Vlog 模式下的基准 ISO 从 GH6 上面的 ISO 2000下降到了这个 GH7 的 ISO 500，所以易用性会更高一些，会更方便一点。那这个 DGO 动态范围增强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在每一个画面里面同时读出2个增益，阴影部分用较高的增益去压低噪声，高光部分用较低的增益去保留细节，那效果还是挺明显的。那你要说缺点的话，就是因为需要进行很庞大的数据处理，这个 GH7 的果冻效应相较于默认模式下的 GH6 会要更加严重一点。但总的来说，我觉得 GH7 所拍摄的画面没得说，松下调教的真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就是噪点，对吧？因为这个传感器大小的限制几乎没法避免，我只能说相比全画幅相机，直接推12800 GH7 ISO 3200基本上算是我可以接受的极限范围。你可以看一下对比，超过这个范围6400 12800，基本上整个画面就会被噪点所淹没。可能唯一好一点的就是噪点黑白比较多，比较好降噪。再就是因为传感器比较小，如果你不需要自动对焦，你就可以用这个叫做 Speed Booster 这个加速器的东西，本质上就是把一个像场更大的这个镜头的光重新聚焦到这个 M43或者更小的传感器上面，来获得更大的光圈，还有对应的视角。那比如这个就是很多人喜欢的一套搭配，这个适马1835经典镜头配一个加速器，再加一个过去的 GH 相机，哇，直接手搓出一颗超级大光圈变焦镜头，也很有意思。但到了今天 GH7 它也可以这么用，但是客观来说的话，就是 GH7 它仍然不是一个原生的夜拍高手，底大确实在晚上会更嚣张一点。那总的来说，2024年你买 M43 相机到底为的是啥？你看一下这个理由能不能打动你。它有着良好的自动对焦，它有着非常优秀的防抖，它有着丰富的拍摄规格，很好的易用性，以及行业第一梯队的色彩管理，那配上这个第一梯队的音频录制，所以总的听下来，我觉得，也许做行活 TVC 它肯定不是最擅长，但是在纪录片这个品类，它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我觉得基本上纪录片要的东西，它也基本上都有，除了高感，但是它也不算差，对吧？只是没有全画幅这么好，景深没有这么浅。所以你会想买这一台相机吗？支持一下这个 M43 的荣光。我真的觉得 GH7 挺好的，但是 GH8 将来会不会有？我觉得会有一点微，你觉得呢？
那如果你有朋友也想买 GH7 的话，也欢迎分享给他看一看，应该会对他有些帮助。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个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